楚风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猛然间，一声怒喝响起，是灵狐鸿飞。他一双眼眸满是怒色，甚至隐隐间涌现出了杀意。他不可能不怒，那原本已经被他融合的黑焰，忽然自他体内脱离而出。对于这情况，他根本无法控制，而最终那些黑焰竟然全部涌向了楚风。这要说不是楚风动的手脚，打死他也不会信。而事实上，的确是楚风动的手脚。当发现灵狐鸿飞开始夺取他所融合的黑焰后，楚风没有反驳，因为他知道反驳没有任何用处。于是楚风做出了行动，他运用在那暗道内所得到的力量，改变了他那已经融合的黑焰的性质。不仅在那黑焰上做了印记，还让那黑焰可以同质化其他黑焰。做了印记的黑焰，就算被灵狐鸿飞夺走，其实他也无法相容，因为那就是属于楚风的。除了楚风，谁都无法相容。而当被楚风做了印记的黑焰流入令狐鸿飞体内，又将灵狐鸿飞所融合的黑焰全部同化后，那自然而然的，灵狐鸿飞体内的所有黑焰就都属于楚风，并且受楚风所控，所以才出现了现在的一幕。是楚风动了手脚。几乎在灵狐鸿飞对楚风质问的同时，梁秋成风便对梁秋大师问道：“一定是了，不然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。”梁秋大师先前脸上的忧色不仅一扫而空，此刻反而是满面喜悦地抚摸起自己的胡须，看得出来，眼前的转折让他甚是意外，却极为的高兴。只是楚风是如何做到的？梁秋成风满脑子的不解，因为那黑焰如此厉害，楚风若是能够做到控制他们，这可就未免有些了不起了。谁知道呢？做到这一点定然很不容易，但他终归还是做到了。梁秋大师说完此话，看向了身旁的灵狐羽花，看来你家少爷这一次是真的遇到对手了。小辈之间的事，你不会插手吧？其实梁秋大师是担心灵狐鸿飞吃了瘪后，灵狐羽花会收拾楚风。我只负责保护鸿飞的安全，只要没人危及到他的安危，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管。灵狐羽花不仅嘴上这样说，他此刻的脸上也丝毫没有怒色，反而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还有着一抹赞赏。楚轩辕的儿子还真是不同寻常。而看着这样的灵狐羽花，梁秋大师也是放下心来。灵狐羽花乃是一个言出即行之人，他既然这样说了，就说明他不会难为楚风。楚风，我与你说话呢，你装什么傻？阵内令狐鸿飞的声音再度响起，他眼中的怒色已是越发浓郁，因为他先前的一声怒吼居然被楚风无视了，这让本就愤怒的他更加的不爽。楚风忽然睁开眼眸，看向灵狐鸿飞，一脸不知所措。灵狐兄，你刚刚叫我什么事？你这卑鄙的家伙，老实说，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灵狐鸿飞再度问道。灵狐兄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？然而楚风却并没有打算承认，他不是不敢承认，而是面对无耻之人，楚风也喜欢用无耻的方式进行反击。你还装糊涂？我融合的黑焰全部向你涌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？灵狐鸿飞问道。对啊，这黑焰为什么都涌向了我？哪怕我抗拒，他们也非要与我相融，真是想要拒绝都不行呢。这到底是咋了？楚风摊开双手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看到这样的楚风，梁秋成风与梁秋大师都笑了，甚至就连灵狐羽花都笑了。楚轩辕当初可没这小子顽皮。灵狐羽花笑着说道，也许像他娘亲吧。梁秋大师说道，话说事到如今都没人知道楚风的娘亲是谁呢？若是可以，真想见一见啊。能让楚轩辕那小子看中的定然不是寻常的姑娘。灵狐羽花感叹道，当初整个祖武星域的女子都倾心于楚轩辕，但楚轩辕却是不为所动，最终能俘获楚轩辕之心的丫头定然是个厉害的丫头。若有机会，我也很想见见啊。梁秋大师也是点了点头，看得出来他对楚风的母亲究竟是何许人也是非常好奇的。阵外几位大人物相谈甚欢，好像完全忘记了先前的不愉快。可是阵内面对如此无耻的楚风，灵狐鸿飞眼中不仅怒色不减，反而涌现出了一抹杀意。楚风，你最好将这黑焰全部归还。灵狐鸿飞以命令的口吻说道。归还？我倒是想归还，只是他们不听我指挥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楚风一脸的无奈。楚风，我可没跟你开玩笑，你若现在归还也就罢了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话音落下之际，灵狐鸿飞那二品尊者的气息便自其体内横扫而出，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二品尊者的气息，还有来自灵狐鸿飞的杀意。眼见着灵狐鸿飞就要动手，梁秋大师以及梁秋成风都是变得异常紧张。其实相比于其他人，对于灵狐鸿飞，他们师徒二人还是颇为了解的。灵狐鸿飞绝对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和善的正人君子，这是一个绝对的狠角色。只是当令狐鸿飞动了杀意之后，原本笑嘻嘻的楚风不仅没怕，反而也是变得严肃起来。灵狐鸿飞，你若要动手，我自然不会阻拦，但我送你一句话，想与我动手，你还是3、4、2后行，否则我这个人若不出手也就罢了，若要出手可就收不住了。楚风，我没听错吧？就你那5仙境的修为，还敢威胁我？灵狐鸿飞一脸的不屑，而楚风则是忽然笑了。你若觉得那只尊敬的怪物是假的，我能得到3把结界剑，凭借的是运气的话，那你就大可以和我试试。话罢，楚风忽然剑眉倒竖，目光变得无比冷冽，就连其周身的空间都变得无比的寒冷。杀意，那是楚风所散发出的杀意。当楚风的杀意散发而出后，就连阵外的3位大人物也是神色大变。楚风的这抹杀意可不是吓唬人的，这是经历过无数磨难，真正的有过杀戮的人才能具备的狠辣与无情。这小子果然不像是表面看上去那样人畜无害，这也是一个杀人如麻的狠角色呀。看着这样的楚风，就连灵狐羽花也是忍不住发出感慨，这一点倒是很像楚轩辕呢，对吗？梁秋大师看着灵狐羽花说道。听得此话，灵狐羽花忽然笑了，随后再度将目光投向阵内，不由叹道，这已经不是像了吧？
那种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、无惧一切的目光，简直就与当初的楚轩辕一模一样。看着这杀机毕露的楚风，连外面的3位大人物都是颇感惊讶，而镇内的灵狐鸿飞就更不用说了。虽然此时的灵狐鸿飞表面波澜不惊，可是他的眼中却也分明涌现出了犹豫之色。他之所以犹豫，并不只是因为楚风散发的杀意引起了他对楚风的重视，更多的还是楚风那句话：那只尊敬的怪物看上去可不像是假的，但他却被楚风一拳就灭了。再回想起楚风能够在大阵之内来去自如的手段，灵狐鸿飞也是有些怂了。若是论真正的修为，1万个楚风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是面对大阵之内掌握着特殊力量的楚风，灵狐鸿飞的心中却也是没了底。楚风，这黑焰不简单，就算你融合了，得到了他的力量，但你也会付出代价。一口气融合这么多，我怕你承受不住。灵狐鸿飞对楚风说道：灵狐兄，我也怕呀，我的胃口是真的小，这么多黑焰，我真是怕承受不住。但是我没办法，这力量就像是认准了我，非要进入我的体内，非要与我融合，我真的是很无奈。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呀。楚风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，就好像他真的在为此烦心一般。看着如此无耻的楚风，令狐鸿飞真的是气得心肝脾肺都要炸了。相比于无耻，显然这楚风更胜一筹。这若是正常情况，令狐鸿飞真想一只手把楚风捏死。但是在没有了可以收拾楚风的底气后，他却并没有再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，只是冷冷地丢出了一句话：楚风，莫要得意，路还长，咱们慢慢瞧。话罢，令狐鸿飞便盘坐在了地上，且闭上了眼睛，似是不想再搭理楚风。对于令狐鸿飞的威胁，楚风脸上的笑意不改。毕竟楚风一路走来可不是被吓大的，而是踩着那些所谓的天才，那些所谓的庞然大物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随后楚风也是盘膝而坐，开始与那进入体内的黑焰相融。而当楚风与那黑焰彻底相融之后，楚风的体内便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磅礴的黑色气焰化作了磅礴的结界之力，但这结界之力却不属于楚风，并且非常的狂暴，并且其中似乎夹载着其他的力量，这使得这结界之力很难控制，翻江倒海一般在楚风的体内搅动着。这种情况下的楚风来不及考虑太多，只能集中精神控制那结界之力，否则莫说突破境界，楚风搞不好还会遭受反噬。师尊，眼见着楚风开始融合那黑焰，梁秋成风看向了梁秋大师，楚风这边应该没事了。我们梁秋大师自然明白梁秋成风的意思，当楚风融合那黑焰之后，便是他们所布置大阵的关键时刻，能否突破在此一举。而他先前不入阵，是因为楚风的量被灵狐鸿飞所夺，导致他没有心情。但是现在则不一样，灵狐鸿飞被楚风反将一军，那力量不仅全被楚风所吞噬，就连想动用武力的灵狐鸿飞，最后也因为忌惮楚风而硬生生的选择了妥协。楚风已经把局面稳稳的掌控，梁秋大师也是心情大好，也是时候进入大阵，收获着他迫切已久的成果了。只是他还有一丝疑虑，于是他看向了身旁的灵狐雨花，去吧，精心准备这么久，可不要白白浪费。这里你也不用担心，莫说那大阵我进不去，就算能进去，我也不会去破坏眼前的局势。我说过，小辈之间的事我不插手，只要没人伤害鸿飞，我都不会出手。灵狐雨花不仅知道梁秋大师所准备的大阵，也知道此时梁秋大师所担心，若能成功突破，回头请你吃酒。梁秋大师说道，若不突破，便不请了。灵狐雨花道，别请。梁秋大师道，那我要喝你珍藏了3000年的好酒。灵狐雨花道，成。梁秋大师道，行了，快去吧，莫要误了时机。灵狐雨花笑着摆了摆手，多谢了。梁秋大师对灵狐雨花抱了抱拳，他之所以谢灵狐雨花，是感谢灵狐雨花不对楚风出手的恩情，否则以灵狐雨花的实力，怕是在场之中没人拦得住。此话落下之际，梁秋大师已是纵身而起，梁秋成风也是在对灵狐雨花抱拳施礼后，随梁秋大师去了。此时这里便只剩下了灵狐雨花一人，看来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似乎真的要出现了，只是却与我族所想的不太一样啊。精心策划的一场局，最后却成全了他人，不知族内之人是否会善罢甘休。灵狐雨花看着阵内的楚风，低声叹气，话语之中竟有着一丝担忧。他似乎并不想灵狐天族与楚风为敌。阵外的言语，楚风自然听不到，就算能听到，他也不会去听，因为此时的楚风正面临着危机。那黑焰与其融合后所转换的结界之力还不属于楚风，并且异常的狂暴。但是好在楚风的精神力足够强大，所以很快便将一部分结界之力彻底与自己相融，而楚风的界灵之术也是得以突破。此刻楚风所只能召唤的结界之力，虽然还是尊袍，但却已是龙纹涌动。楚风已是成功的突破到了龙纹级尊袍界灵师。亲爱的主人，请您与我缔结契约，我想为您效力。然而就在楚风缔结契约的一刹那，那道熟悉的声音又响起了，还是那只界灵。楚风最近几次突破都能听到这只界灵的声音，楚风对这只界灵也是充满了好奇，好奇他是如何找到自己的，又为何非要与自己缔结契约。但是现在楚风体内那由黑焰转化的结界之力实在太过强大，并且竟越发的狂暴起来，那已不仅仅是翻腾的巨浪，而是沸腾的岩浆。楚风若不控制好，那就会如同火山一般随时爆发，那个时候这些结界之力可就找不回来了。楚风将错过成为圣袍界灵师的机会，所以楚风必须抓紧时间。亲爱的主人，请您相信我对您的忠诚，与我缔结契约，让我成为您最忠诚的仆人。见楚风没有回答，那只界灵的声音再度响起，丫头别来捣乱，我现在可没时间陪你谈心，下次再聊。楚风不耐烦地说了这句话后，便强行与那界灵切断了联系。可恶，胆敢拒绝我，你给我等着！
然而，当楚风强行切断联系的那一刻，却换来了那界灵充满威胁的怒吼。果然来者不善，之前的客气都是装的。楚风不由得撇了撇嘴，倒也不能怪楚风，而是那只界灵变脸变得实在太快了。但楚风却也懒得与他计较，毕竟眼下最关键的乃是赶紧将体内那磅礴的结界之力彻底融合，一举突破圣袍。倘若楚风的修武天赋是遗传了他的父亲，那么楚风的结界天赋便是遗传了他的母亲。而眼下楚风的天赋得以完美发挥，那磅礴的结界之力似是一处极炸的雷霆，密密麻麻充斥着一方世界。而楚风的精神力就像是一根能拨动雷霆的杆子，想要凭借一根杆子将如此狂暴的力量整齐有序地拨动到想要的位置，那可是非常之难。但是楚风却偏偏做到了。磅礴的结界之力起初狂暴不已，但在楚风精神力的掌控之下，却渐渐变得有序起来，开始有序地与楚风相融。而当那结界之力彻底与楚风相融的一刻，楚风所能掌控的结界之力忽然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龙纹再度化为了重纹，只是那已不是尊级，而是圣级成了。阵外灵狐雨花也是惊呼出声，阵内令狐鸿飞则是满眼嫉妒，因为眼下楚风的身上释放出了磅礴的结界之力，并且那结界之力的气息与楚风一模一样，那是属于楚风的结界之力。那绚丽的景象让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知道，现在的楚风已是一位圣袍界灵师。可恶！看着身旁那被圣级结界之力所围绕的楚风，令狐鸿飞的内心非常的不爽。原本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，可是现在却都成了楚风的，但这却并不是让令狐鸿飞如此痛苦的全部所在。他令狐鸿飞这一生与小辈交锋，从未吃过亏，无论是何等较量，只要他令狐鸿飞参加，那他必胜。在此之前，令狐鸿飞的战绩乃是全胜，可是今日他的引以为傲的战绩竟然被楚风所毁，他自然很不甘心。若是可以，他恨不得现在就把楚风杀死。事实上，就算杀死楚风，也是难泄他心头之恨。但是最让他不甘心的是，他此刻连杀死楚风都做不到，所以他只能忍。而事实上，这令狐鸿飞也的确能忍。他明明已经怒火奔腾，可是他表面却是波澜不惊，而这也是一种本事。当他想忍的时候，能够让人看不到他的情绪。此时，楚风能够想象令狐鸿飞对他的恨意是有多重，但楚风却连看一眼令狐鸿飞都不行，因为眼下那只来自修罗灵界的界灵又出现了。丫头，这次咱们好好聊聊。你说你想为我效力，那你倒是给我一个让我信得过你的理由，否则我是不会将你带入这个世界的。楚风说道。我想找我家小姐。那界灵说道。你家小姐？你家小姐是谁？此时不知为何，楚风就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便是蛋蛋。你我缔结契约，我便告诉你。那界灵说道。你必须告诉我，否则我不会与你缔结契约。楚风的态度很是坚决。不行，我家小姐不让我说她的名字，我只能说她是天上地下最美的人。那界灵说道。那你说说她长得什么模样？楚风问道。好，我可以为你描述。我家小姐有一双天上地下最美的眼睛，我家小姐有一头天上地下最美的头发，我家小姐有一张天上地下最美的脸蛋，我家小姐有着一身天上地下最美的肌肤，我家小姐还有着天上地下最美。停，哪有你这么描述人的？楚风一脸无奈。可是我家小姐就是全天下最美的人，我不这样描述，我要如何描述？那界灵倒是有些委屈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快与我缔结契约，否则错过这次机会，我再也联系不到你，我再也找不到我家小姐了。忽然，那界灵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，而此时楚风也能感觉到他与那界灵的联系就要中断了。那你说，你家小姐是不是穿着黑色羽毛的裙子？楚风问道。对，我家小姐穿的就是黑色羽毛的裙子。那界灵万分肯定的语气答道。好，信你一次。楚风说完此话，便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了自己的界灵空间内。蛋蛋，希望这丫头没骗我，她真的是你认识的人。楚风看了一眼那正在闭关的蛋蛋，随后便开始与那界灵进行沟通。而那界灵也是早有准备，所以二人很快便成功的缔结了契约。猛然间，一道结界大门竟在楚风的界灵空间内硬生生的开启，紧接着一道倩影便自那结界大门之内走了出来。这是女子，长得很美，是那种冷艳的美，一袭黑色长发散落而下，垂直腿部，一张脸庞更是近乎完美。她很有气质，是少有的那种高贵气质，但是却很冷。这是一个真正的冰山美人，但她又不是寻常的冰山美人，她很危险。那双美眸非常凌冽，似在警告所有看她的人不得对她放肆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宛如从冰山深处走出的美人，却没有身穿仙气十足的白裙，而是披着一身黑色的铠甲。这铠甲应该是量身打造，非常的合身。可哪怕穿着钢铁铠甲，却也依旧能够从她那高挑的身材、修长的美腿判断出她的身材很好。从年龄来看，此女应该也有25、6岁的模样，但楚风判断她的真实年龄绝对不止如此，因为她的气场非常的强，是少有的强。除了动怒的女王大人和那只被老猫逮走的血姬，楚风还从未见过气场如此强大的女子。这种气场绝对不仅仅是足够强的修为就能具备的，更多的这是与生俱来的霸气。怎么又是一个如此美的妹子？难道修罗灵界盛产美女吗？此时楚风真的是忍不住发声感慨。楚风一路走来，从下界到凡界，然后又到下界，这一路上美女楚风真是见了太多太多，但是能与女王大人相提并论的几乎没有。而不论是之前的雪姬，还是此时的这位身材高挑、气场强大的冷艳妹子啊，也都是少见的美女，能与她们相提并论的少之又少。但眼下楚风最惊叹的
却并非是这名女子的容貌，而是她的修为。她的修为很强，比楚风还要强大得多。她乃是一位尊者，虽然她只是一品尊者，但是却也不是现在的楚风可以抗衡的。一只来历不明的戒灵，却比自己还要强大，这让楚风格外警惕。这只女戒灵进来之后，便扫视了一眼周围的情况。她先是看了一眼楚风，随后看了一眼那正在闭目修炼的女王大人，但只是看了一眼，便将视线移开，投到了其他地方。这样一幕让楚风心中一沉，他已经意识到这只女戒灵不是来找蛋蛋的，否则不可能在看到蛋蛋之后没有任何反应。我家小姐呢？果不其然，那只戒灵对楚风开口询问起来，她的态度非常的冷漠，与先前在与楚风沟通的时候判若两人。那穿着黑色羽毛裙子的丫头不是你家小姐？楚风问道。不是，女戒灵答道。那我知道了，你家小姐叫做雪姬，对吗？楚风问道。我家小姐在哪？女戒灵的表情变得有些紧张，从她那紧张的表情，楚风能够断定她要找的人还真的是雪姬。你家小姐不在我这里了，她已经不是我的戒灵了。楚风说道。你胡扯！忽然，那女戒灵磅礴的威压释放而出，强大的威压不仅瞬息将楚风吹飞，更是将楚风死死地定在了这戒灵空间的岩壁之上。这戒灵很强，楚风能够感觉到，她与蛋蛋一样，具备逆天战力，她的力量绝对不只是一品尊者这么简单，远远比看上去还要强。但这个丫头的强大对楚风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。可哪怕如此，楚风却并不惶恐，反而一脸从容。丫头，你刚刚缔结契约，可能还不懂规矩，但我需要提醒你一点，对主人出手，你这叫做以下犯上，乃是大逆不道的大罪。楚风对那戒灵说道。然而那戒灵却根本不理会楚风在说什么，而是冷冷地问道：说我家小姐在哪？你家小姐应该没死。楚风之所以说应该，那是因为他也不确定。与雪姬最后一别，那雪姬是被老猫抓走了，天知道那老猫会对雪姬做什么，谁敢保证雪姬一定还活着？我当然知道我家小姐还没死，我再问你，她在哪？那戒灵越加的不耐烦。你家小姐被人抓走了呀？不，准确来说是被一只猫抓走了。楚风说道。猫？你是说妖族的人？戒灵问道。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，总之他很强。楚风说道。那他在哪？你带我去找他。女戒灵说道。我要是知道他在哪就好了，因为除了你家小姐，我还有东西被他抢走了，我也想夺回来。楚风说道。混账，你把我家小姐抓来，却根本都保护不好她，你根本不配做戒灵师。此刻那戒灵变得激动起来。我说姐姐，我才修炼多久啊？那老猫修炼多久了？我不是他对手很正常好吧？但我迟早会超越他，那个时候我会找到他，也会将你家小姐救回来。在此之前，你就好好跟着我吧。楚风说道。谎话连篇，我凭什么信你？那戒灵凝声问道。而听得此话，楚风则是淡淡的笑了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你想借用我的力量，让我为你效力？那戒灵说道。你想多了吧？你看到那个小姑娘了吧？那可是我的女王大人，有她在，我其实不需要任何人帮我。我之所以与你缔结契约，将你带到这个世界，只是因为你骗我说她是你小姐。对了，是你骗我，所以我才与你缔结契约的。听好了，是你骗了我，而我并没有骗过你。楚风说道。少废话，就算你没有骗我，可是你强行将我家小姐抓走，却也是确凿的罪过。今日就算找不到小姐，我也要先宰了你。那恶灵说话间便散发出了磅礴的杀意，他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他是真的想要杀了楚风。住手！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忽然在这戒灵空间内炸响，这突然炸响的声音十分响亮，且气势十足。听到这个声音，那原本杀意十足的女戒灵竟为之一愣。之所以会如此，那是因为这道声音乃是从楚风的口中发出来的，想必连他都感到惊讶。已经是砧板上鱼肉的楚风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底气？叫他住手！丫头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楚风对戒灵说道。不知死活，女戒灵冷哼一声，随后便准备对楚风下杀手。然而突然间，那女戒灵不仅杀意瞬散，更是双手抱头，露出了极为痛苦的神情。因为太过痛苦，她连站都站不稳，很快便瘫坐在了地上。而此时，原本被其用威压束缚住的楚风也是得以脱困。楚风走到那戒灵身前，问道：丫头，知错了吗？混账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女戒灵发出无比愤怒的声音。身为一名戒灵师，若是连自己的戒灵都控制不了，那我也太丢我娘亲的人了。很简单，我在与你缔结契约的时候，在缔约上做了束缚，你可能太急着与我缔结契约，所以没注意到吧？楚风说道。卑鄙无耻！得知事情真相，女戒灵更加气愤了。我说丫头，这你不能怪我，我若是不做这个束缚，那我现在可就是性命不保了。你只要乖乖的服从我，听我的话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。楚风说道。让我服从你，除非你杀了我，否则休想。女戒灵说道。你倒是挺有骨气的，但是我不会杀你。虽然雪姬不是我抓来的，但终究与我有关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所以你对我心怀恨意，我能理解。你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吧，带你回到修罗灵界，我会与你解除契约。楚风说话间，意念一动，一道结界门便在这戒灵空间内张开。这结界门与先前那女戒灵走进来的结界门一模一样，这是通往修罗灵界的大门。你是说，当年将我家小姐抓住的人不是你？那女戒灵盯着楚风，那时候我还是个婴儿，我哪有本事进入修罗灵界把你家小姐抓过来？虽然我也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对，但我是不会容许你伤害她的。谁让那个人是我的娘亲呢？楚风说道。你的娘亲？女戒灵的目光开始有所变化，于是问道。那你娘亲为何将我家小姐抓到你的戒灵空间来？我的娘亲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在我身边，但她又想帮助我快速成长，所以便抓来了2只戒灵到我的戒灵空间内。
我的女王也是因此而来。楚风看向了蛋蛋，目光中变得极其温和。虽然他觉得他娘亲做的不对，但他却很庆幸他娘亲做了那件事。若不是他娘亲做了那件事，楚风也就没有机会认识蛋蛋这位良师益友了。好了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句句属实，绝无谎言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楚风说道。在找到我家小姐之前，我不能回去。既然你与我解除契约吧。女戒灵说道。若在我的世界，与你解除契约，你便会化为恶灵。楚风说道。恶灵就恶灵，只要能找到我家小姐，我都无所谓。女戒灵满眼的坚定。那也不行。楚风摇了摇头。为何？女戒灵问道。你现在实力在我之上，若是你我有契约在身，我还能控制你，但若解除契约，就算你化作恶灵，依旧可以对我出手。楚风说道。我保证，只要你与我解除契约，我绝对不会对你出手。女戒灵保证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忽然笑了。我说，丫头，你刚刚才骗了我，并且发自内心的想要杀我，你现在对我说这种话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对天发誓，这一次绝不食言。女戒灵说道。算了吧，别说这些了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现在你回到你的修罗灵界，要么乖乖的做我的戒灵。反正我也会去找老猫，你和我在一起，我们还能并肩作战。楚风说道。听得此话，女戒灵陷入低下了小脸，她终于开始认真思考楚风的对策。终于，她抬起了头。那好吧，我还是回到我的世界吧。女戒灵说道。行，那你回去吧。当你回去后，我会立刻与你解除契约。楚风说道。希望你能兑现承诺。女戒灵说话间便站起身来，走入了那道结界门内。然而，当女戒灵踏入结界门后，那结界门竟然剧烈的颤动起来，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，那结界门竟然碎裂开来，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从结界门碎裂的方向落了下来。这个身影正是那女戒灵。你干嘛？楚风一脸不解地看着女戒灵。你问我，我还要问你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而女戒灵则是一脸气愤地盯着楚风。我怎么了我？你要是不想回去，你就直说，你何必这样呢？楚风说道。谁说我不想回去了？倒是你，你要是不想让我回去，你就直说，何必这样耍我呢？女戒灵变得更加愤怒了。谁说我不想让你回去了？我行了，别说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楚风本来还想辩解，但那女戒灵却摆了摆手。在戒灵空间内，戒灵自己也是随时可以张开结界门回到自己的世界的，但前提是在他张开结界的时候，与他缔结契约的戒灵师会感觉到，必须戒灵师同意，他的结界门才能顺利开启。所以他的意思是让楚风同意他开启结界门。行，你自己来。楚风说道。女戒灵也不怠慢，意念之间便张开结界门，且头都不回地踏入其中。又是一声巨响传来，那结界门再度爆炸开来，紧接着那女戒灵也是再度落在了这戒灵空间之中。可恶，连续2次失败，女戒灵非常生气。见女戒灵将那无比愤怒的目光投向自己，楚风赶忙开口。别看我，你自己开的结界门，这可不关我的事。我开的门没有问题。女戒灵说道。有没有问题也是你开的，我还没有神通广大到连你开的结界门都能动手脚的地步。只要我允许你开启结界门，你成功的开启出来，这门就应该没问题。就算有问题，也与我无关。楚风说道。听得此话，那女戒灵则是忽然愣住了，仔细思索一番，好像是这样的。那是怎么回事？女戒灵问道。应该是我娘亲做的。楚风说道。又是你娘亲？女戒目露惊讶之色。似乎是的，与我缔结契约的戒灵似乎都是有来无回，因为她在我的戒灵空间内布置了特殊的结界。楚风说道。混账，那你还与我缔结契约？女戒灵气急败坏。拜托，可不是我求着要你与我缔结契约的，而是你求着我要我与你缔结契约的。楚风说道。少废话，我怎么才能回去？女戒灵愤怒地问道。说话间，那磅礴的威压再度释放而出，且向楚风扑了过来。而楚风反应速度极快，几乎在那女戒灵动手的一瞬间，他意念一动，那女戒灵顿时面露痛苦之色，再度抱头蹲在了地上。我母亲大人的结界之术远远在我之上，我若是有办法破解，我早就让我女王大人回家去看看了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既然是我母亲大人设下的结界阵法，无论是你我都没有办法，你就认命吧。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与我并肩作战。毕竟你我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就是那只老猫。日后找到它，我夺回我的东西，你带走你家小姐，你我两不相欠。楚风说道。有着该死的结界在这里，就算找到我家小姐，我也回不去。这点你不用担心，我以后会去找我母亲大人，到时候恳请她解开这结界即可。至于现在，我要走了，有事情你可以与我沟通，哪怕我的意识离开这戒灵空间内，你依旧是能够与我沟通的。不过我走之前，必须与你坦诚地说一件事，我的女王大人在闭关修炼，但是我对你并不信任，所以为了避免你伤害我的女王大人，我必须将你束缚起来，直到你让我可以信任你为止。话罢，那戒灵脸上的痛苦之色开始减缓，可是一道绚丽的光华竟自那戒灵体内溢出，且化成一道绳索，将其捆绑起来。混账，你胆敢禁锢我！女戒灵气的小脸煞白，你都敢杀我，我为什么不敢禁锢你？乖乖的自我反思吧，否则你一辈子只能被绑在这里。楚风说道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女戒灵尽管被捆绑住了，但她眼中的杀意反而更浓，但楚风却不以为然，而是微微一笑，便直接将意识转移回了自己的之中。此时楚风发现，这原本漆黑一片的周围竟然开始渐渐明亮起来。这是一个空间之内，这片空间很是荒凉，但是随着光芒扩散，原本荒凉的世界竟然开始万物生长，原本光秃秃的大地开始长出花草树木，速度很快。不过顷刻之间，那荒凉的四周便被绿色所覆盖。楚风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灵狐鸿飞，发现灵狐鸿飞也在看着自己。灵狐鸿飞面无表情，可是他的目光却宛如利刃一般，锋芒毕露，杀意纵横。
但楚风却并未理会灵狐鸿飞，而是看向了乌马圣杰、梁秋姐妹和蛋台杏儿。楚风俯下身来，开始为他们诊治伤情。他们多少都有些伤势，但好在不严重，并不碍事。忽然，楚风大袖一挥，一片结界之力化作摧残的光华，如雨水一般倾洒而下，落在了那些昏倒之人的身上。此时，镇内的人也都是恢复了知觉，纷纷醒了过来。我们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哪里？苏醒过来的众人都表现出了相同的状态，他们有些神志不清，根本搞不清楚状况，甚至来不知道他们身在哪里，就好像全然忘记了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一般。楚风兄弟，怎么会这样？灵狐鸿飞对楚风问道。当这些人苏醒之后，灵狐鸿飞对楚风的态度立刻便发生了转变。明明对楚风恨之入骨的他，此刻对楚风的态度竟然如之前一般和善。看着这样的灵狐鸿飞，楚风也是目光一动，他是打从心底佩服灵狐鸿飞。虽然明知道他是伪装的，但是能够伪装的这么好，这真的是一种本事。镇外那座宫殿阵法变得格外的绚丽，就像是得到了某种升华，就连气息也是那样的迷人。身在宫殿阵法之内的唐正浩等人见到这一幕，更是心情复杂。其实阵法已经停止流转，而唐正浩等人也是如愿以偿的得到了这宫殿阵法内的宝物。但他们本以为得到阵法内的宝物后，一切就结束了。可是此时，这绚丽的宫殿却是如此的神圣，就好像在宣示着一切并未结束，反而刚刚开始一般。真是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到底如何了。此时，有人看着大阵之内先前楚风等人消失的方向，莫露好奇。与此同时，所有人也都是议论纷纷。可能是因为灵狐鸿飞在，所以许多人都表现得很是乐观。他们都没有觉得灵狐鸿飞他们遇到了危险，只是在关心灵狐鸿飞他们能够收获多少，并且还有人关心灵狐鸿飞这一次能否实现预言，成为祖武星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。此时没有与众人交谈的唯有唐正浩。相比于其他人，唐正浩的目光略微有些深沉。他抬起头来，他走出宫殿阵法，回过头来看向了宫殿阵法。看着这如此耀眼的宫殿，宛如被神圣光华所覆盖的宫殿，唐正浩目光复杂，是成功了吗？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散发而出？此时大阵之外的某处，这里乃是禁区，是由几位圣袍界灵师布置的禁区。在这禁区之内，有着一座更为磅礴的大阵，而这座大阵所散发的光芒简直比烈日还要绚丽。那宫殿阵法若与这座大阵相比，简直就是萤火之光与明日的对比。而此时在这大阵之内，有着5道身影：梁秋成风、狐仙娘娘、龙轩大师、无名星陨。这4位圣袍界灵师此刻身上皆是结界流转，宛如神圣的力量将围绕着他们，那是圣级结界之力。而此刻他们身上所流转的圣级结界之力已不再是重纹，而是蛇纹。他们已经全部成功的成为了重纹圣袍界灵师，突破成功。这4位的脸上都是挂着毫不掩饰的喜悦，修炼多年，竟在今日一举突破，那种心情完全可以想象。但是喜悦的同时，他们的目光之中却也有着一种情绪，那便是紧张。他们都将那紧张的目光凝聚在同一个位置，在那里盘坐着一个人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梁秋大师。此时梁秋大师目光紧闭，似是在修炼，而在他的周围汇集着极为强大的结界之力。那结界之力同样是圣级，但却没有纹路。终于梁秋大师睁开了双眼，且缓缓站起身来。师尊，难道您……眼见着梁秋大师已经起身，可是其周身的结界之力却依旧没有纹路涌现。梁秋成风满眼的担忧，居然还没有呈现吗？梁秋大师看着周围，忽然笑了笑，随后大袖一挥，那缠绕在其周围的结界之力竟然全部涌入了他的体内，而紧接着那进入他体内的结界之力又自其体内释放而出。只不过此刻的结界之力已是具备了纹路，并且那是最强的纹路，龙纹。成了，恭喜大师！狐仙娘娘赶忙开口道贺：大师，你可是我祖武星域唯一一个龙纹级圣袍，以后可要多多照顾啊。就连无名星域也是开口道贺，而龙轩大师更是幽默的说道：大师，就算你是龙纹圣袍，可楚风这个弟子我也不会让给你。虽然嘴上这样说，可是龙轩大师脸上的笑容分明也是在替梁秋大师而高兴。但若说高兴，此时最高兴的想必除了梁秋大师本人，便是梁秋成风了。师尊，恭喜！梁秋大师的道贺词很短，但是他却比任何人都要激动，因为他这句话不仅是带着颤音，此时就连他的身体都在颤抖，甚至好歹也是一方大人物的他，眼眸竟有些湿润。他是被梁秋大师带大的，他很清楚梁秋大师为了成为龙纹级圣袍付出了多少。成风，以你的天资，总有一日你也可以成为龙纹级圣袍。梁秋大师拍了拍梁秋成风的肩膀，随后又看向龙轩大师3人，你们都能成为龙纹级圣袍。大师，不用您说，我也有这个自信。不过待我们成为龙纹级圣袍的时候，大师您已经成为了传说中的神袍了吧？龙轩大师笑着说道。神袍吗？听得此话，梁秋大师目光一动，界灵师再厉害，却也不如修武者。就比如他们都是圣袍界灵师，但是若只运用结界之术的话，那么在至尊境修武者的面前却是不堪一击。但是若是能够成为神袍，一切都将改变。传说神袍界灵师可是能半神境修武者抗衡的存在。只是思索了片刻后，梁秋大师便笑着摇了摇头，神袍便算了吧，那可是传说中界灵师的最高境界，老夫莫说这辈子达不到，就算再给我10辈子，让我再活10万年，怕也没有这个机会。梁秋大师之所以如此说，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尊者之后乃至尊，至尊之后乃武尊，武尊之后才是半神，那乃是至高无上的境界，真正具有神力的存在。修武者要何等天赋，
何等努力，何等精力，才能有机会从至尊成为半神？整个祖武星域，怕是都没有人敢说他能成为半神。莫说半神，就连武尊也是遥不可及，不敢想象。而其实，至尊到半神的境界跨度，其实也就等于是龙纹级圣袍到神袍的境界跨度。梁丘大师听闻那神袍界灵师拥有的力量，堪比半神境的修武者，不知是真是假。狐仙娘娘问道：界灵师境界之分，乃是虫纹、蛇纹、龙纹，但相传神袍界灵师便不再是虫纹、蛇纹与龙纹之境界，而是一开始便具有龙纹级。梁丘大师说道：一开始便是龙纹级，也就是说神袍界灵师是不分境界的。狐仙娘娘问道：非也，神袍界灵师不仅有境界之分，而且阶级更多，从弱至强，分别为白龙纹、灰龙纹、蓝龙纹、紫龙纹、金龙纹、黄龙纹、仙龙纹、尊龙纹、圣龙纹。梁丘大师说道：竟然分为9阶，这不是刚好对应了修武境界的9品吗？这么说来，神袍界灵师真的具备着与半神境修武者相同的力量。此时，狐仙娘娘与无名星宇皆是满面金色，他们一直醉心于界灵之术，相比于修武之道，他们更喜欢界灵之术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半神境的修武者并没有神袍界灵师具有吸引力。但一直以来，界灵师不如修武者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倘若神袍界灵师真的具备不弱于半神境修武者的力量的话，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长远的事情。虽说他们这辈子是没有机会达到那一境界了，可是至少说明，只要界灵之术修炼至大成，是可以抗衡修武者的，也是具有如神灵一般力量的存在。你们两个居然如此淡定。忽然，狐仙娘娘看向了梁丘成风和龙轩大师，因为相比于他与无名星陨的情绪激动，梁丘成风与龙轩大师并无太大的波动。梁丘成风能够理解，毕竟他从小跟在梁丘大师身边，梁丘大师知道的事，他也知道，不足为奇。可是你在这里装什么镇定啊？难不成你早就知道这些？狐仙娘娘一脸鄙视地看着龙轩大师。今日梁丘大师所讲之事，乃是平日里他们问了多次，梁丘大师都不愿意讲的事。今日梁丘大师能讲，纯粹是因为高兴。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神袍界灵师也是非常神秘的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。既然他都不了解，自然而然的，他便觉得龙轩大师也不了解。你以为谁都像你这样没有见识，连这种常识都不知道？龙轩大师则是冲着狐仙娘娘翻了一个白眼。你还来尽了师部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是从何而知关于这神袍的事的？你可别说是梁丘大师，梁丘大师不可能告诉你，梁丘成风也不可能告诉你。狐仙娘娘说道：我之前不说，是因为怕误导你们，因为老夫也只是听闻，并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。梁丘大师解释道：梁丘大师，您不必想那么多，您说的乃是真的。神袍界灵师的确具备着抗衡半神境的力量，相比于梁丘大师，龙轩大师说这话的时候，可谓是一脸的确定。你凭什么确定啊？狐仙娘娘冲着龙轩大师翻了个白眼。我不仅确定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可能我知道的比梁丘大师还要多。龙轩大师说道。听得此话，莫说狐仙娘娘他们，就连梁丘大师看向龙轩大师的目光也变了。龙轩大师，你真的知道关于神袍更多的是？梁丘大师对于神袍的事似乎很是关心。大师，您还真信他说的话呀？狐仙娘娘则是笑了笑。我说的可是真的，大师，你那是传闻，而我这消息可是真实可靠。梁丘大师说道。好啊，那你倒是说来听听。狐仙娘娘用那看笑话的眼神看着龙轩大师，难道你就没发现神袍界灵师的9个境界刚好是白袍、灰袍、蓝袍、紫袍、金袍、黄袍、仙袍、尊袍、圣袍，这届灵师一路修炼来的境界吗？龙轩大师问道。这还用你说，谁都听得出来好吧？狐仙娘娘说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白龙纹到圣龙纹都有，那么神龙纹呢？龙轩大师问道。我哪知道，我又不知道关于神袍的事。你知道，那你就说来听听呗。狐仙娘娘说道。答案很简单，神袍并非界灵师的最强境界，神袍之上还有境界。龙轩大师说道。听得此话，莫说梁丘大师等人目光一动，就连本不相信龙轩大还是的狐仙娘娘目光也是变得有了兴致。神袍之上还有境界？梁丘大师以确定的口吻追问道。梁丘大师，的确还有，那是能与真神境修武者抗衡的境界。龙轩大师说道。是何境界？梁丘大师问道。真龙界灵师。龙轩大师说道。真龙界灵师。听得此话，梁丘大师目光变得复杂，那模样似是陷入了沉思。不仅仅是梁丘大师，梁丘成风、无名星陨皆是如此。龙轩大师的话都引起了他们的思考。良久之后，梁丘大师忽然叹道：这样看来，我辈修炼至今似是站在了巅峰，实则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，距离真正的巅峰相差甚远。哎呀，梁丘大师，你们还真相信他的鬼话？这龙轩是什么人？你们不清楚吗？他就跟那牛鼻子老道一样，除了吹牛皮之外就不会别的，也不知道这种人怎么成为圣袍界灵师的。狐仙娘娘说道。听得狐仙娘娘的话后，梁丘成风与无名星陨都觉得很有道理。想想龙轩大师以前的所作所为，此人的确不可靠，但也不能不全信，所以他们保持着怀疑的态度。倒是梁丘大师依旧目光闪烁，若有所思。龙轩，你这是从何处听来的？梁丘大师问道。一位前辈与我说的，只是那位前辈的姓名我不便透露。龙轩大师说道。大师，您就别问他了，他都是骗您的。这祖武星域界灵之术造诣最高的就是您，连您都不知道的事，谁还会知道？狐仙娘娘说道。狐仙老太太，我跟你说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祖武星域虽然掌控诸多世界，但与这浩瀚修武界那些强大的势力相比，祖武星域简直是不值一提。龙轩大师说道。哎呦，就你知道，
浩瀚修武界我也知道，但是又谁见过？莫说武神境和真神境，就说那些半神境的修武者，你见过？不对，你……忽然间，狐仙娘娘想起了什么，随后脸色大变，一声怒吼猛然炸响：“你叫谁老太太呢？”话罢，狐仙娘娘便释放出强大的威压，向龙轩大师席卷而起，这是真的要对其出手。然而，就在其释放威压的同时，一声巨响却自远处炸响，伴随那声音的传来，这大地都是剧烈一晃，就连狐仙娘娘等人都是险些没有站稳。此时，这五人彼此互看一眼，同时说道：“是大阵的方向，那轰鸣的确来自大阵，那由界灵仙王所布置的磅礴大阵，此刻正在碎裂崩塌。怎么会这样？莫非这大阵解了？”就在大阵之外的小辈们看着那漫天的结界碎片，皆是满面的惊骇，因为眼前的一幕已不是壮观那么简单，而是真的让他们内心为之震荡。这可是界灵仙王留下的大阵，至今为止无人能破的大阵，可是他此刻却瓦解了，这说明了什么？就在此时，有5道身影飞掠而来，正是梁秋大师等5人。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见到梁秋大师，唐正浩等小辈赶忙上前询问，应该是大阵被破了。梁秋大师说道：“哇，真的被破了吗？”其实不用梁秋大师说，他们也已经有了这种猜测，而梁秋大师的话则是让他们确定了这个猜测。只是这个答案令人感到无比震惊，如此厉害的大阵，真的因为他们这些小辈就被破了。此时，梁秋大师等人抬头望向了虚空之上，见状，那些小辈也是纷纷抬头望向了虚空之上。大阵正在瓦解，可是那件长袍却依旧立于虚空之上，没有下来的意思。哈哈，大阵已破，这九龙圣袍是本娘娘我的了。忽然，一道身影拔空而起，是狐仙娘娘。这臭娘们竟然抢先一步！见状，龙轩大师则是怒骂一声，紧接着也是拔空而起，但他还是慢了一步。凭借他们的实力，哪怕那九龙圣袍距离很远，可对他们来说，也只是瞬息便可达到之地。狐仙娘娘抢得先机，已是快一步来到那九龙圣袍之前。哈哈，我的宝贝，你是我的了！狐仙娘娘欣喜若狂，就连笑声都变得有些狰狞。大笑的同时，早已是伸出了手，向那九龙圣袍抓去。然而，当狐仙娘娘的手触碰到九龙圣袍的一瞬间，那九龙圣袍忽然变得明亮起来，而狐仙娘娘则是惨叫一声，随后便赶忙倒退。老太太，怎么了？见状，龙轩大师也是赶忙止住前行的身体，对狐仙娘娘问道：“该死，这大阵虽然解了，但九龙圣袍的守护结界还在。”狐仙娘娘一边抓着自己先前去触摸九龙圣袍的手，一边说道。而此时，所有人都能看到，狐仙娘娘的那只手竟然已被烧焦，那可不是寻常的烧伤。若是寻常的烧伤，狐仙娘娘这等界灵师不可能露出如此痛苦的表情，更不可能无法医治好自己的手。我来看看。此时，梁秋大师已是来到狐仙娘娘身旁，开始替狐仙娘娘疗伤。天哪，那不是龙纹吗？我的天，梁秋大师他已经成为了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祖武星域终于有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了。当梁秋大师释放结界之力后，那些小辈也是注意到了，梁秋大师所释放的结界之力乃是龙纹级，一时之间皆是大喜，甚至有人开始向梁秋大师道贺。毕竟龙纹级圣袍之前整个祖武星域都没有，现在出现一个，这对整个祖武星域来说都是一件好事。梁秋大师自然不会理会这些小辈，而是专心为狐仙娘娘疗伤。哪怕他已是龙纹级圣袍，可是面对此伤也是感觉非常棘手，只能缓解，无法在短时间内让其痊愈。大师，看来界灵仙王当真便是那传说中的神袍，否则不能伤我成这个样子。狐仙娘娘说道。是啊，看来我祖武星域的确是来过了不得的大人物。梁秋大师也是笑了笑。大师，破大阵者得圣袍，为何圣袍之结界还在？狐仙娘娘问道。这还不简单，破阵者不是你呗？龙轩大师说道。狐仙娘娘看向了梁秋大师。大师，不然您试试。然而梁秋大师却摇了摇头。也不是老夫，那是谁？狐仙娘娘问道。梁秋大师没有说话，而是看向了下方，那正是楚风等人进入的地方。梁秋大师这句话，所有人都听到了，因此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梁秋大师所看向的方向。破阵之人不是梁秋大师，那便唯有那些入阵的小辈们了。而到底是谁破开了大阵？这九龙圣袍会给出答案。有动静了。忽然，龙轩大师面露喜色，在他们所望着的方向开始出现了结界气息。尽管很微弱，但是如他这样的人物，还是能够看得到，那气息越来越浓，并且很快化作结界之力，形成了一道结界门。结界门出现后，几道身影也是纷纷自那结界门内飞掠而出，而这些人正是楚风等人。我们这又是在哪？当楚风等人出来后，灵狐铁面等人却仍是一脸茫然。灵狐铁面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而看到如此不对劲的灵狐铁面等人，众位小辈也是面露一色。楚风、灵狐、鸿飞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与此同时，梁秋大师等人也是来到楚风等人近前，因为这些人中只有楚风与灵狐、鸿飞还是正常的，所以便只能向他们2人询问。梁秋大师，原来您也在，那就太好了。我们先前凭借结界剑开启了结界门，进入其中后，虽然得到了力量，可与其融合的过程中，大家都受到了反噬。现在大家出现了短暂性的记忆，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不过大师您在的话，应该能让他们快速恢复。灵狐、鸿飞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颇感无奈，这些话都是楚风告诉灵狐、鸿飞的，没想到他竟然抢着说了出来。虽说灵狐、鸿飞伪装自己的本事令自己叹服，但灵狐、鸿飞在楚风心中的印象却是越来越差。
这不仅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伪君子，其实也是一个喜欢表现、名利心极重之人。他能有今日的成就和名声，真不知道暗地里使用了多少手段。还真是如此，无碍，我可治疗。梁丘大师观察之下，发现灵狐鸿飞说得很对，于是便开始为众人疗伤。大师，您看到梁丘大师释放的结界之力，灵狐鸿飞也是目光一动，随后不由看了楚风一眼，心里越发的不是滋味。他是知道梁丘大师等人的计划的，也知道梁丘大师如今能成为龙纹级圣袍界灵师，那是与他们有关，准确来说是与楚风有关。本来那个人应该是他的，只是可惜楚风的出现夺走了原本该属于他的一切。在梁丘大师的治疗下，众人很快苏醒起来。当他们苏醒后，最先看到的便是为他们疗伤的梁丘大师，以及梁丘大师所释放的结界之力。看到那涌动着龙纹的圣级结界之力，所有人都是又惊又喜，而最高兴的却非梁丘姐妹莫属。师尊，我们……天哪！师尊您成为龙纹级圣袍了，恭喜师尊，贺喜师尊！梁丘姐妹刚刚恢复记忆，本还有些迷糊，但是看到此时梁丘大师释放的结界之力后，顿时欣喜若狂。你们此次也是收获不菲啊！梁丘大师笑道。听得此话，梁丘姐妹先是一愣，有些不解，但很快便反应过来，赶忙释放出了结界之力。而此时梁丘姐妹的结界之力虽然依旧是尊级，但其中涌动的已不再是虫纹，而是蛇纹。我们突破了，我们的界灵之术突破了！看着自己的结界之力，梁丘姐妹更加兴奋了。见状，其他人也是赶忙释放出自己的结界之力。而除了梁丘姐妹外，乌马圣杰、蛋台仙儿都有所突破，皆是成为了蛇纹级尊袍界灵师。但是其他人则是未能突破成功，就连界灵之术天赋极强的灵狐月月也是未能突破。这是为何？我能突破也就算了，怎么月月你也未能突破？灵狐铁面一脸不解。而此时灵狐月月没有说话，而是看向了楚风。他这一眼，旁人也许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但是蛋台仙儿却是立马明白了。楚风公子，多谢。蛋台仙儿来到楚风身前，施礼道谢。楚风公子，这次谢了。梁丘蓝月也是上前道谢。与此同时，梁丘红月也是跳到楚风身旁，笑嘻嘻的拍了一下楚风的肩膀。楚风，看来我们姐妹俩又欠了你一个人情。就连乌马圣杰也是看向楚风，傲娇的说了一句谢了。倘若之前人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那么现在他们都明白了。梁丘姐妹、乌马圣杰以及蛋台仙儿能够突破，看来是与楚风有关。楚风，那你现在是何境界？忽然梁丘红月一脸好奇的问道。与此同时，乌马圣杰、蛋台仙儿包括灵狐月月等人也是一脸好奇的看向了楚风。在楚风的帮助下，他们的界灵之术得以突破。正常来说，楚风的界灵之术也应该突破了才是。而对于一脸好奇的梁丘红月，楚风则是笑了笑，说道：你猜猜看，还卖起了关子，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？梁丘红月撇了撇嘴，便看向了梁丘大师。师尊，他是何境界？梁丘大师笑着摸了摸胡须，你还是问楚风小友吧，因为连老夫我也看不透他的界灵之术在何境界呀，连您都看不透，这家伙该不会突破到圣袍了吧？梁丘红月说道。他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是一惊。圣袍？倘若楚风突破为圣袍，那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岂不就是楚风了？那么灵狐鸿飞呢？哼，怎么可能？就算有人可以成为圣袍的界灵师，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灵狐鸿飞，怎么可能是这楚风？灵狐铁面高声说道。而他此话说完，在场的其他小辈也是觉得很有道理。倘若灵狐鸿飞不在这里，那么以楚风的表现，就算他成为圣袍界灵师，大家也是能够接受的。可是只要灵狐鸿飞在这里，显然楚风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。而就在这时，忽然一道光芒自虚空之上倾洒而下，感受到了那忽然散发而出的耀眼光芒，所有人都是举目观望。而这一观望不要紧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变得激动与紧张起来。此时这界灵仙王部下的大阵都破了，可是那件九龙圣袍却还在。而眼下那高高在上的九龙圣袍，那连狐仙娘娘都无法触摸的九龙圣袍竟然动了。它不仅动了，且正在自虚空之上飘落而下，而其飘落的方向正是灵狐鸿飞所在的方向。果然成为我祖武星域有史以来最年轻圣袍的乃是鸿飞呀！看着那自虚空之上飘荡而来的九龙圣袍，灵狐天族的小辈们兴奋不已，而如梁丘大师等人则是面露惊讶。在他们看来，破阵者乃楚风，得到九龙圣袍的也应当是楚风而已，怎么这九龙圣袍却飘向了灵狐鸿飞？实际上不仅梁丘大师等人惊讶，就连灵狐鸿飞自己也是颇感惊讶。那圣袍飘来的速度很慢，越是靠近速度便越慢，而它越是慢越让人紧张。尤其是灵狐鸿飞向来沉稳的他，也是难以掩饰自己的激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得到力量的是楚风，但是得到九龙圣袍认可的却是我吗？一定是这样，看来我还并没有输。起初还有些怀疑，可是当圣袍距离自己越来越近，令狐鸿飞便几乎确定这九龙圣袍就是冲着自己来的，因此他变得格外兴奋。然而当那九龙圣袍飘到灵狐鸿飞身前之后，却并没有停留下来，而是自其身旁掠过，飘向了楚风。这该死！见到这一幕，灵狐铁面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九龙圣袍是与他开了一个玩笑，但是这个玩笑却让原本兴奋不已的灵狐铁面再度跌入了痛苦的谷底，让他格外的难受与不爽。怎么会这样？而不明真相的灵狐铁面等人对于这一幕就更加的不理解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九龙圣袍就是属于灵狐鸿飞的，若是这九龙圣袍不属于灵狐鸿飞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有人使诈。楚风，你用了什么无耻手段，竟将九龙圣袍引到了你那里？
坚信九龙圣袍非灵狐红飞莫属的灵狐铁面，竟对楚风斥责起来，一口断定是楚风使用了卑鄙手段，才让那九龙圣袍飘向了他。然而，对于灵狐铁面的指责，却根本不予理会。他已经被那九龙圣袍所吸引，不仅仅是目光，此刻楚风体内那先前在暗道得到的力量，以及与自己相融的黑焰，都起了反应。对楚风而言，那靠近而来的不仅仅是一件戒灵长袍，更像是某种强大的力量，要与楚风相融。卑鄙无耻的东西，我灵狐铁面此生还从未见过像你这般无耻之人。见楚风竟不回答，反而一脸期待的等待着九龙圣袍靠近，那灵狐铁面顿时大怒。不仅仅是他，灵狐天族除了灵狐红飞以及灵狐月月外，其他小辈都是气势汹汹的向楚风走了过去。你们要做什么？见状，乌马圣杰则是身形一纵，拦住了灵狐铁面等人。让开，我不能任由这楚风将这不属于他的九龙圣袍夺走。夺走？你当这是什么？你当这是鱼吗？诱饵就能钓走吗？这可是九龙圣袍，若是想拿就拿，想夺就夺，又岂会立于大阵之上这么多年，却无人得到？乌马圣杰冷声问道。乌马圣杰说得很对，我说灵狐铁面，你是真的没长脑子吗？就连梁秋红月也是站了出来。这楚风掌握了某种力量，在大阵之内能够来去自如，控制这九龙圣袍又有何不可？灵狐铁面冷声问道。对啊，这楚风的确是能够做出一些不可思议之事。而听得灵狐铁面这番话后，竟也有不少人觉得很有道理。就算是使用了某种特殊力量，那也是楚风的本事，谁若不服，那就去夺，谁能夺到就属于谁。龙轩大师说道。大师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？灵狐铁面冷声一声，随后身形一纵，便越过了乌马圣杰，向那九龙圣袍飞掠而去。其实乌马圣杰可以挡住他，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去挡。当龙轩大师开口后，他也是明白这九龙圣袍不是那么容易夺走的。灵狐铁面执意如此，只会倒霉。果不其然，当灵狐铁面触碰到九龙圣袍的一刹那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火光，紧接着一道道惨叫也是随之而来。见状，灵狐红飞等人赶忙迎了过去，可此时的灵狐铁面已被火光封锁，他们根本不敢近身。让开！梁秋大师靠近后，大袖一挥，那火光总算熄灭。可是此刻的灵狐铁面却已经浑身烧焦，气息卑微。见到这一幕，众人都是吓得不轻。果然，这九龙圣袍不是想夺就可以夺的，哪怕他自己从半空落下，也依旧不可亵渎。灵狐铁面，你原来还真是没长脑子。看着如此悲惨的灵狐铁面，梁秋红月却没有一丝同情，反而是像看到傻子一样看着那灵狐铁面。